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学博士、牙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库泰典先生所著的《赤脚站在大地上就能治病》这本书。即便身体不适，多次前往医院诊治，却始终无法找到原因和有效治疗方法，许多人都为此感到困扰。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正是专为那些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善身体状况的人群提供帮助的一本佳作。很多时候，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或长期的不适，其根源往往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忽视或未能发现的地方。而其中一个被提及较少的可能原因，就是体内静电的危害。如果这种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身体状态就不可能好转。如果您打开这个视频时，心里也在想，难道我的长期不适可能是因为体内静电吗？那请继续看下去。此外，未来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原因不明的身体不适，而这本书教会我们的知识，能帮助我们应对这种情况，从而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何排除体内静电，让身体变得更健康；第二，为什么体内会累积静电的原因。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排除体内静电并恢复健康。当提到静电时，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冬天衣物摩擦时产生的啪的静电感。然而，本书讨论的体内静电和这种表面静电是完全不同的。体内静电是指积聚在我们身体内部的静电，这些静电的积累会对细胞造成损害，并成为万病之源。很多人可能会想，从未听说过体内还有害的静电存在。事实上，作者是全球首位揭示体内静电存在的人，并提出了通过接地排除体内静电的健康法。这种方法表明，只要将体内静电排出，大多数疾病都可以得到改善或预防。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些已经实践了体内静电排除法的人们的反馈：糖尿病好转，避免了透析，肝癌缩小几乎消失，面部浮肿消除，特应性皮炎得到改善，20年的恐慌症和抑郁症痊愈，稀疏的头顶头发重新变得浓密，子宫内膜异位症改善，成功怀孕，无需服药，不整脉问题得到改善，脊髓小脑变性症引起的小脑萎缩停止。实践过接地健康法的人们反馈了各种各样的效果，这些效果令人震惊。乍一看，释放静电这个概念可能会让人觉得像魔法一样，但这种方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尽管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它的操作却非常简单，无需任何工具或金钱投入，没有比这更感激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将具体介绍如何释放体内静电的方法。不过在此之前，作者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希望传达，尽管对这种健康法充满信心，但并不希望大家不加思考的照搬，只是单纯的模仿方法。为什么这种方法对预防和改善疾病有效？请尽可能了解其背后的原理，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实践。因为如果人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信心或确信，往往会半途而废，过早放弃。许多时候，坚持下去就能看到效果，但若因没有耐心而中途放弃，那将非常可惜。通过日常释放体内的静电，避免其堆积，可以像实践者反馈的那样，改善和预防各种疾病。当您确信这对身体有益，就更容易坚持，并最终摆脱疾病的困扰。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如何释放体内静电吧。如何释放体内静电？最有效的方法是让您的手脚等裸露的皮肤接触公园或庭院中的大地。或许有人会问，仅仅这样就能释放静电吗？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书名中提到的赤脚站在大地上，这正是释放体内静电的基础方法。打个简单的比喻，当洗衣机或冰箱受潮或设备老化时，容易发生漏电，如果触碰可能引发触电事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电器中都会有将漏电导入大地的接地线，而释放体内静电的原理与此完全相同。为什么接触大地就能释放体内静电？简单来说，大地
也就是地球，是良好的导电体，并且始终处于正负电子相互抵消的状态，也就是零电压。电流总是从高电压流向低电压，因此带电物体与大地连接后，电流就会流向大地。具体来说，当我们身体接触大地时，静电自然会从体内向大地流动。不过，因为人类的脂肪是一种电绝缘体，电流通过脂肪时会变得缓慢，因此静电不可能一次性完全释放。然而，通过反复接地，即持续接触大地，静电会逐步被释放。身体中的静电最终会通过接地释放到大地，或者通过汗液和尿液排出体外。体内的离子化矿物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电流传导的重要角色。正因如此，通过日常的接地实践，可以有效减少体内静电的积累，从而改善健康状况。通过以下方式，体内的静电通过成为离子化矿物的传导通道逐渐排出。重复一遍，要想充分体验到静电排除的效果，建议经常短时间的让皮肤接触地面，并尽可能用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接触。如果身体某处有不适，可以让该部位靠近地面，这样静电的传导距离会更短，排出效果会更明显。如果是用脚接触地面，尽量赤脚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说明了静电堆积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但通过养成让裸露的皮肤接触地面的习惯，可以有效地排除这些静电。那么，实际接触地面的时间需要多久呢？只需要短短1到2秒即可。电流会在瞬间从身体流向地面。由于脂肪是电的不良导体，无法一次性排出体内所有静电，因此，与其每天接触数分钟，不如多次以1到2秒的短时间进行接触，并增加接触面积。坚持每天重复这一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居住在城市中、附近没有土壤的人来说，即使没有时间去自然环境，也可以在外出时用手触碰视线范围内的土壤，即使只是简单的接触也能产生效果。如果是雨天，可以赤脚站在潮湿的柏油路上，但要避免干燥的柏油路，因为其几乎绝缘。而车流量大的公路则可能因为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积聚大量静电，反而导致静电流向人体。此外，接触种植在混凝土花盆里的土壤，并没有排除静电的效果。排静电的前提是身体必须与大地连接。如果住在靠海的地方，更是非常幸运。海边的沙子因为含有盐分，比普通土壤导电性更强，因此效果更好。建议经常在海边进行活动，比如堆沙子、潜水区石背、挖蛤蜊或者游泳。在这些过程中，体内静电会逐渐排出，但需注意必须赤脚进行，因为橡胶是完全的绝缘体，穿着沙滩拖鞋的话会失去效果。实例分享：据说有人被诊断为癌症后，了解了排出体内静电的方法，关闭了店铺，每天在家附近的沙滩上度过，结果癌症消失了。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真实的案例。即使不住在海边，平时也可以通过在庭院、农田或者未铺装的道路上排除静电。如果能每月1到2次去海边行走，会更理想。实在无法去海边，也可以将少量盐溶解在水中，撒在地上，然后用手或脚接触该部分土壤。都市中如何排除静电？对于生活在都市、日程繁忙、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地面的情况，可以将手放在路边的树干或庭院里的植物上，也能起到一定的排静电作用。不过，由于比不上直接接触地面，建议增加触碰的次数。此外，这种方法对头部问题如脱发也有帮助。如果不方便将头直接接触地面，可以利用这些替代方式。在家中，也可以采取简单的方法，例如用喷雾为室内或阳台的观叶植物喷水，然后用手触摸这些植物。这些植物虽然不直接连接地面，但触碰后体内静电会转移到植物上。为了增加效果，建议选择较大的植物，并保持10秒左右的接触。此外，
往浴缸里加入少量盐代替浴盐，也能模拟海水浴，排除体内静电。即使只是用自来水洗手，也能产生一定效果。最推荐的方法，在家中虽然可以采取上述措施，但最推荐的还是温泉，特别是露天温泉。多数温泉直接与大地相连，可以通过皮肤吸收丰富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在体内离子化后，不仅能接收体内的静电，还能缓解放电速度，将静电通过血液排出体外。因此，接触温泉是排静电的极佳选择。温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并带来放松效果。部分原因是静电得以有效释放。过去生活与泥土紧密相关，路面也没有铺设，而孩子们则在外面奔跑、玩耍时与泥土接触。然而，现代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几乎没有接触土壤的机会，因此体内静电不断积累。如今，很多被称为现代病的疾病，往往在以前并不常见，这与体内静电的积聚有很大关系。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什么体内会累积静电的原因。通过第一部分的内容，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如何在家庭环境中有效释放体内静电，并且掌握了一些提升效果的小窍门。除了接触土壤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简单的方式可以帮助释放体内静电。许多健康问题的改善与体内静电的管理密切相关。如果您依然对这种方法存疑，作者表示，很多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释放体内静电的人，在健康和身体状况上都出现了显著的改善。反之，如果体内静电得不到释放，健康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导致严重疾病的发生。体内静电积累可能引发的疾病包括癌症、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精神疾患、抑郁症、焦虑症、妇科疾病、糖尿病、认知症、阿尔茨海默病、关节炎、皮肤过敏和脱发等。这些症状并不是猜测，而是作者直接参与治疗的案例。体内静电的释放有助于改善这些症状。关于冬天触摸门把手时的静电，这只是体表静电，是在皮肤表面积累的，而体内静电则是积聚在身体内部，尤其是细胞层面，两者对身体的影响差异巨大。体表静电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但对健康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体内静电积累的危害远比表面静电要严重得多，因为它会影响细胞功能，甚至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为什么体内会积聚静电呢？静电的产生通常发生在物体摩擦或碰撞时。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体内时刻发生。血液、淋巴液在血管内流动，空气通过气管进入，所有这些过程都会引起摩擦并产生静电。因此，体内静电不断积累，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体内会发生微小的雷击现象，就像云中静电积聚后产生闪电一样。虽然两者的威力不同，但原理是相同的。体内静电的主要发电场是血管，尤其是毛细血管以及细胞内部。实际上，我们体内的血管中，超过95%是被称为毛细血管的微小血管，而流经这些毛细血管的红血球，其直径几乎与毛细血管相同，甚至稍微大一些。也就是说，红血球在血管内流动时，不得不与血管壁激烈碰撞并发生摩擦，这是有原因的。红血球通过毛细血管运输氧气和营养物质，传送到每一个细胞，并从细胞中带走二氧化碳和废物，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通过增加红血球与血管壁接触的面积，能够提高气体交换和营养物质、废物交换的效率。然而，接触面积增加的同时，也会导致静电的积累。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放电，也就是雷电。这种雷电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呢？它会导致流动中的红血球彼此粘连，导致血液变得粘稠。虽然这个机制有些复杂，在这里不做详细解释，但书中有详细的说明。如果血液变得粘稠，并且长期持续下去，血管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而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而动脉硬化则增加了患中风、心肌梗塞等循环系统疾病的风险，也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血液循环障碍，进而引发僵硬、疼痛等健康问题。那么，线粒体是如何导致静电积聚的呢？线粒体是细胞内的一个小器官，几乎所有拥有细胞核的生物的细胞中都有线粒体。线粒体的特点是通过吸入氧气并释放二氧化碳来进行呼吸。我们平时通过鼻子或嘴巴进行的呼吸是外呼吸，而线粒体的呼吸则称为内呼吸。线粒体进行内呼吸的原因是，它们是制造我们身体所需能量的工厂，而能量的产生需要氧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静电会被产生，因此，在毛细血管中流动的红血球和细胞内工作的线粒体所产生的体内静电放电活动越活跃，血液循环就越差，线粒体的活性也会下降，细胞会受损、氧化，功能下降。体内静电的积累对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老少，每个人都有线粒体。体内静电的产生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即使年轻人也不能掉以轻心。但体内静电的产生也有个体差异，那些容易感受到静电放电的人，通常是因为自然放电不畅，也就是体内静电的积累较多，特别是如果体重增加或脂肪增多，由于脂肪的绝缘作用，体内静电的排放会受到阻碍，导致静电的积累增加。此外，随着年龄增长，体内静电的积累也会更容易发生。体内静电的产生是生理上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排放体内的静电就非常重要。经常与自然接触、从事户外活动的人，通常不太会有静电积累的问题。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体内静电的释放非常简单，只需几秒钟就能完成。如果您平时接触自然的机会不多，感到身体不适或某些疾病长期得不到缓解，不妨从今天开始试试静电释放的方法。常有人说，种植土壤或蔬菜对健康有益，这可能正是因为与土壤接触有助于释放体内静电的原因。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测量体内静电积累的具体程度。不过，通过日常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测体内静电是否已经积累过多。以下是一些可以作为参考的测试项目。前半部分是关于身体状况的变化，它们通常与体内静电积累导致的血液循环问题和线粒体活性下降相关。后半部分是关于生活习惯的，这些习惯可能会导致体内静电的产生，或者加剧其负面影响。你会符合其中的哪些项呢？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下体内静电检查测试。身体状况检查：记忆力下降，容易忘事，头发变稀薄，感觉精力下降，脚部肿胀或感觉冷，肩膀僵硬加剧，经常抽筋，容易腹泻或便秘，更容易感到疲倦，有牙齿敏感问题，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生活习惯检查：经常感到有压力，经常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剧烈运动，睡眠时间过长，超过7至8小时，长时间驾驶，饮食不均衡，缺乏矿物质，很少接触大地，缺乏动力，经常处于驼背姿势。如果您在上述2部分中各有5项或更多符合的情况，那么您的体内静电可能已经积累得相当多，这可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之一。不过不用太担心，正如之前所说，体内静电的积累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将它释放出去。正如之前提到的，释放体内静电的基本方法是赤脚站在大地上，就像接地线一样，直接与土壤接触，帮助将静电释放到地球中。如果有条件去海滩的人，可以赤脚走在海滩上，这样效果更好。自从遇到这本书之后，我每天都会定期去接触自然，保持自己恢复精力。而且赤脚走在大地上，或者在海滩上行走，完全不需要花费任何钱，还是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希望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感受其中的效果。
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